大家好，比特币昨天提到 Polymarket 上面预测美联储5月之前结束 QT 的概率是100%。那今天晚上美联储会不会有大利好？有可能比不降息还重要啊！反正2年之前从 20K 一路做多买进的利润，目前我还是继续 hold， 相信这里不是顶部。那等下分享一个新指标，很傻瓜的一个指标，已经把未来10年的底部跟底部都帮我们规划好了。以及有机构提出来，可能今天美联储会不会公布结束 QT？ 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来分享昨天发现的这个 Bitcoin Rainbow Wave， 也就是什么彩虹波指标啊，我感觉它是非常的傻瓜。比如2022年，也就是它这个下轨的位置，如果有拐弯，那一定要重视啊！拐弯的位置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重要底部的区间。包括我们看一下2019年，当时比特币下跌到3000到4000美金的底部，你不一定要追求买在这个最低点哦，因为底部的位置没有一个人哦，除非你是神，能把所有的仓位、全部的身家全部 all in 在这个最低点的位置。就是你观察这个下轨的位置，它有拐弯，有可能就是已经见底了。包括2015年这个下轨的位置拐弯就已经见底了。那这个指标参数给大家开一下，参数我都没有改，你可以把这个什么 Power Law Trend， 就是这一排的全部给它关掉，然后只留这个 Wave 的一些几条线就可以，包括下面的全部给它关掉。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比特币后面2015年上涨的牛市，涨到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上轨，或者是它拐弯的位置，那就要小心了，有可能要见顶，或者是突破上轨的位置。以及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1年涨到接近这个红色线，包括后面这个红色线拐弯了，那你就要小心，有可能就是进入熊市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位置，它是又回撤到这一个绿色的线。但是我的观点，比特币牛市结束了吗？有可能要等到它将来涨到这一个红色线的位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指标已经把我们未来10年的底部跟底部全部规划好了。有没有可能2025年的8月份后面就要小心？这个指标就是在这个位置拐弯，包括后面底部的位置是在2026年的8月份。之前也是有跟很多朋友讲过，因为从很多指标以及比特币周期的规律，4年一次大牛市的循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指标拐弯的位置？它这边显示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8月份，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牛市顶部是在2029年的6月份，以及下一个牛市的底部是在2023年的也是7到8月份。所以我们回到比特币目前的位置，这一次可以看一下它价格跌到接近这个绿色的线，甚至有跌破，会不会像就是历史上2020年的当时这个位置，以及历史上2017年的这个位置，或者是最近很多朋友是担心比特币牛市结束，但是今天晚上昨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个 Polymarket， 我们可以看一下 Polymarket 上面就是预测美联储在5月之前它会结束 QT 哦，这个概率目前是接近100%。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篇机构的报道，有机构的分析师是提出来比特币有没有可能会再往下跌哦。但是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则内容，我感觉跟那个美联储是有关系哦。他这边是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美联储有可能在本周会结束 QT， 而且他这边有提到，目前美国银行的储备它是接近 GDP 的10%，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昨天有提到的一个观点，虽然有些朋友是讲美国如果是结束 QT， 就是美国资产负债表它结束紧缩的计划，但是不代表后面是不是马上要开始 QE。 昨天有提到一个观点，特朗普目前是刚上台，不管是大到你上面的总统，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主席，小到县城的一些领导，你上任以后，你在这几年的执政生涯里面，肯定会想方设法
把财政部的钱，然后想办法移到自己的钱包里面。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搞工程啊，或者是搞建设啊，然后让自己身边亲戚或者是七大姑八大姨他们开的一些公司去承包那些工程啊。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我是相信花了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资金，难得当选上总统，难道你会做慈善吗？肯定要想方设法，或者是让美联储继续开启印钞车。所以他这边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如果真的就在这一周或者是今天晚上，美联储会不会公布暂停 QT， 至少是一个好事，或者是结束 QT， 它也是一个好事。不过这边他又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比特币如果最坏的一个情况，万一真的再往下跌，就是之前在73000、74000的一个高点，有可能是会是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今天晚上或者是财经日历要去跟踪晚上很重要的不是这一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因为现在全网都知道概率可能是接近98%或者是100%，美联储这一次不会降息，但是就是那一个很重要的 QT， 我们要去留意，也就是亚太时间3月20号凌晨2点的时候，反正要去留意这些美联储或者是货币政策声明，它好像是一年只有8次我感觉这个声明应该是更重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这一个数据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再回顾一下，也就是当时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是在2020年的4到3月份左右，就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一直在往上扩表。那经过1年到2年的这一个资产负债表，也就是 QT 缩表，如果暂停以后，我的观点是应该也是一个利好。后面如果真的再来 QE， 那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这个彩虹线可以看一下，当时是在2020年的就是这个位置，疫情爆发以后，后面比特币它是一路上涨，所以后面有一次回撤到这个绿色线的位置，这几天也是一直在讲，有可能就是很像当时的这一个形态它是回撤到前面的这个支撑区。现在回撤，如果真的像那个分析师讲的差的一个情况，其实没有差多少，这个74000的高点距离这个是很近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有可能就算今天晚上有消息，我的观点是也要去留意，有可能还是在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除了这个上升趋势线，这一次也是跌到接近这个上升趋势线我感觉应该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当然那一个观点如果要再下去，估计也不会很深或者是期货最近也是在观察，包括昨天晚上期货交易群上面我自己也止损了一笔那或者是如果想再做多的朋友，我们尽量观察。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之前的这个盘整区，它这个周线的 RSI 指标，除了这一次来到40，因为之前几次40的位置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 RSI 指标，它会有领先的作用几个高点位置连起来，如果 RSI 指标已经开始突破，那你看到它有跌回来的位置，有可能就是买点。包括当时 49K 这个位置突破， RSI 指标连线突破压回来，就像这几个位置有可能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现在的 RSI 指标目前是有1个高点、2个高点、3个高点压在这边，后面我们尽量观察，连这个 RSI 指标如果都突破了下降趋势线，那空方的朋友，我的观点是就不要再去看过，后面可能就是尽量以做多为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链上金鱼数据持有100枚是买了300多枚就是刚刚这一根 K 线虽然是下跌，但是金鱼也是在买，或者是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吧，可能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比特币会不会继续区间盘整。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